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如果你在生病的时候想去药房里面买一瓶药，你一定会犹豫不决地吃下去，因为治病刻不容缓。然而，如果有人在你刚刚买的胶囊里面放了毒药，你还敢吃吗？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上世纪在美国芝加哥发生的一起泰诺投毒案。这个案件改变了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对于食品或者药品的安全把控，因为凶手以没有目的性的利用药物随机杀人，引起了社会的严重恐慌。事情从1982年的9月29日，芝加哥相继出现了7起连续的中毒死亡案例，受害者一个接着一个倒下，而且至今没有找出投毒者。泰诺胶囊在当时是非常常见的居家常备药，具有解热镇痛功能，有发烧、感冒、头痛、牙痛的都可以服用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恰恰是那么常见的药品会成为凶手报复社会的一把利刃。在1982年的9月29日，一位12岁的女孩因为感冒、嗓子疼，父母给她服用了一颗泰诺，本以为相安无事了，没想到女孩服用后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在浴室的地板上挣扎抽搐，最后因为氰化物中毒而身亡。紧接着就在同一天，一名邮递员因为咳嗽也服用了泰诺，最终中毒身亡，还被以为是心脏病发作了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名邮递员的弟弟和弟媳赶来帮忙处理后事的时候，弟弟因为背痛，弟媳则因为头痛，两人均服用了在哥哥家找到的泰诺胶囊，结果双双离世了。最终一家3口均死于氰化物中毒。另外几名死者也都是不知情，一个接着一个服用了致命的泰诺胶囊，一个是刚刚生完孩子产后不适的妈妈，一个是刚下因为熬夜在航班上工作想缓解头痛的空乘人员。医生查看了检验报告，发现受害者所服用的泰诺胶囊都含有大量的氰化钾，而且剂量极高，每颗药可以致上千人死亡。法医立即召开了媒体记者会，紧急通知了芝加哥公众注意家中的药物。当天生产泰诺的强生公司也马上宣布召回批号为 MC2880 的泰诺胶囊。芝加哥警方也出动了警车，流动广播请公众注意，谨防中毒。据调查，几名死者在药品上显示来自不同的制药公司，因此排除了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投毒的可能。警方推测，该罪犯是从各个零售店购买了泰诺药瓶，很有可能将氰化物加入胶囊中，然后有条不紊地返回商店，将瓶子放回不同的货架上。后来还发现了另外3个被投毒的瓶子。备注一下，在当年的美国，药店里的药物都是没有塑封包装的，并且监控也几乎不普及，因为经历了这个事情才开始对药物进行塑封的。在一夜之间，芝加哥陷入了严重恐慌。同年的10月5日，强生公司宣布召回市面上约3100万瓶的泰诺胶囊，市值约1亿美金，相当于现在的2.65亿，还悬赏了10万美金找出罪犯。在芝加哥警方、FBI、美国食药监局以及强生公司各个单位的高速配合下，收回了还在市面上的10瓶有毒胶囊，挽回了更多人的生命。在确定只有部分胶囊被投毒之后，强生公司还提出可以将公众购买的所有的泰诺胶囊换成固体片剂，以便消除顾虑。那到底是谁投的毒呢？就在10月6日，强生公司收到了一封勒索信，信上要求支付100万美金，否则会继续投毒。警察随着线索找到了这个人，然而他并不是罪犯，他只是想趁火打劫捞一笔。不过法院还是以勒索罪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。还有一个嫌疑人在酒吧吹牛自称是凶手，经过调查后无罪释放，但他认为酒吧老板通风报信，持枪来酒吧误杀了一名客人，最终以2级谋杀罪被定罪。这个案件的嫌疑人有很多，但最终都以证据不足而告终，所以至今为止罪犯都没有绳之以法。轰动一时的芝加哥泰诺投毒案最终成为了悬案。这件事情之后，美国各地发生了不少模仿犯罪的投毒案，涉及到泰诺和其他非处方药。这些模仿犯罪的案子惊动了美国食药监局，随后便颁发了联邦法案，强制非处方药使用防拆包装，包装一旦拆过了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强生公司开始用3种检验方法改善包装：纸盒外壳、塑封纸、内部封口，还把胶囊改成了片剂，让投毒难上加难。经过这件事情，强生公司妥善高效的处理方法也给后来的企业处理危机树立了典范，算是创造了商业公关的奇迹。民众也慢慢恢复了对公司的信任，泰诺的销量反而比以前更好了。1年内，强生公司就升回了原来的股价。几年后，泰诺再度拿下市场第1的占有率。通过芝加哥投毒案，其他公司也纷纷的把胶囊片改成了片剂，包装也开始跟着改善，保障了民众的安全。我们现在的食品药品的包装标准这么严格，也是为了防止流通过程中的污染，安全第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